你以為它只是路過，結果它突然炸了。NASA 的 SPHERS 探測器拍到了一個讓天文學家瞬間緊張起來的畫面。來自太陽系外的星際天體 Sun-I Atlas， 在原本異常平靜了幾個月之後，突然猛烈釋放出大量水分子、有機分子，還有強烈的二氧化碳信號。這不是普通的亮一下、噴一點氣，這是那種會讓科學家立刻意識到，我們可能正在親眼看到一個外星恆星系統的內部材料第一次暴露出来的關鍵時刻。更驚人的是 ，SPHERS 數據暗示，這顆古老天體可能在數十億年的漂流之後，第一次出現明顯裂開，就像一只被宇宙風霜封死的舊盒子，終於被太陽的熱量撬開了一道縫，裡面藏着的是來自另一個恆星系統的化學記錄。而這也正是 Sun-I Atlas 讓天文學界高度關注的原因。先說最反常的地方，它一開始居然沒什麼反應。在過去1年裡， Sun-I Atlas 已經成了天文學界最受關注的目標之一。原因很簡單，它不屬於太陽系，它是個真正的外來客。但真正讓它衝上焦點的，不只是身份，而是它的表現變化太大，前後像換了一個天體。2025年8月 ，SPHERS 在早期運行階段第一次對準它時，很多人本來期待看到一顆典型的活躍天體，变亮、噴氣、釋放揮發性物質。結果呢？平淡的出奇，它只顯示出非常輕微的氣體溢出，水蒸氣信號幾乎弱到讓人失望。對一顆已經進入內太陽系，理論上更容易被太陽加熱激活的星際天體來說，這種狀態非常不尋常。因為我們熟悉的彗星通常一靠近太陽就會變亮、噴發、拉尾巴，可 Sun-I Atlas 當時的樣子，像被嚴嚴實實封住了一樣，安靜的有點不正常。於是，天文學家提出了一個關鍵猜想，它不是沒有料，而是外面有殼。想象一下，這顆天體在星際空間裡飄了幾十億年，那裡沒有溫暖的陽光，只有極寒、真空，以及持續不斷的高能宇宙射線轟擊。長期輻射可能已經把它表面改造成一層堅硬難溶的外殼，就像老化後的保護層一樣，把裡面那些容易揮發的冰和气體暫時鎖住。也就是說，它看起来安靜，不代表它內部贫乏，恰恰可能相反，它裡面一直藏着很多新鮮東西，只是暫時出不來。然后，劇情反轉來了。到了2025年12月 ，SPHERS 再次觀測 Sun-I Atlas 時，這顆天體已經完全不是之前那個樣子。它不再沉默，而是突然變得異常活躍。最誇張的變化之一，是產水量暴增到先前的近40倍。注意，這不是小幅上升，是直接成倍飆升。更誇張的是，二氧化碳信號幾乎達到8月觀測時的80倍。這個增幅大到什麼程度？大到足以讓科學家重新審視之前對它的判斷。這組數據釋放出一個非常明確的信號：太陽的熱量終於不只是烤到表面，而是已經滲透到了會核更深處，真正觸發了原本被封存的揮發性冰層。簡單說，就是外殼扛了一陣子，但裡面的庫房最終還是被加熱打開了。而真正讓科學家興奮的，還不只是它噴得多，更重要的是，它噴出來的到底是什麼？SPHERS 的數据表明，這次噴發裡出現了多種含碳化合物，而且還捕捉到新的光譜特徵，與氰化物溢出的信號相吻合。這意味着 Sun-I Atlas 釋放出的不只是普通氣體，而是一批化學上信息量很高、此前沒被看到的複雜物質。換句話說，它像是突然打開了一間之前沒鑰匙進去的倉庫，新的樣本開始大量流出。不僅如此，它噴發後的外形也很奇怪，和我們印象裡那種順着太陽風方向拖出經典長尾的彗星不一樣。Sun-I Atlas 的氣體雲居然呈現出明顯不對稱、近似梨形的輪廓，
這可不是一個簡單的外觀細節。研究人員認為，這種形狀可能反映出會和周圍塵埃顆粒的大小分布和運動方式都不太一樣。換句話說，連它噴出來之後怎麼散開，都可能和太陽系本地彗星不同。所以，短短幾個月裡，Sun-I Atlas 完成了一次非常戲劇化的身份升級，從一個看起來沒什麼動靜的星際訪客，變成了目前最能提供化學線索的星際天體之一。為什麼這件事這麼重要？因為 Sun-I Atlas 最核心的價值只有一句話：它不是在太陽系裡形成的，它圍繞另一顆恆星誕生，後來才飄進我們的視野。這意味着它帶來的不是本地材料，而是來自另一個行星系統的真實樣本。這讓它不再只是稀有過客，而更像一份主動送上門的系外化学檔案。而且這份檔案可能已經在宇宙裡保存了非常漫長的時間。它突然釋放大量水蒸氣，首先告訴我們一件重要的事：在太陽系之外，富含挥发性物質的冰質天體並不罕見，至少不是我們太陽系獨有。但同時，它異常高的二氧化碳和其他含碳化合物比例也提醒我們，這個天體的化學配方很可能和我們熟悉的太陽系彗星不一樣。這背後可能有兩種解釋。第一種是它誕生時所在的恆星系統本來就有不同的化學條件。第二種是它在數十億年的星際漂流中被環境慢慢改寫，成分發生了演化。而目前最有說服力的解釋之一，就是表面演化這條路線。在星際空間裡，天體會長期暴露在高能宇宙射線中，這樣的輻射不只是照一照而已，它可以重組表層結構，觸發新的化學反應，甚至在表面制造出一層更耐熱、更難溶的硬壳。這樣一來，就算天體第一次靠近恆星開始受熱，外層也可能像一個被卡住的阀門，壓住早期氣體溢出，讓它看起來反應遲鈍。這就能解釋 Sun-I Atlas 為什麼在8月份像睡着了，後來卻突然爆發。不是前後矛盾，而是加熱過程本身就有延遲。因為太陽熱量不會一瞬間傳遍整個會核，它先加熱外層，然後需要數周甚至數月，才能一點點往內部滲透。等熱量終於抵達富含揮发物的那一層，冰開始快速升華，內部壓力升高，就可能把表面撐裂，觸發突發活動。這類延遲激活為什麼科學價值很高？因為它告訴我們，星際天體和太陽系彗星的差異未必是物理規律不同，很多時候可能只是經歷不同。它們的表面在更漫長的極寒和輻射環境裡被塑造成了不一樣的狀態。接下來是另一個讓人非常關注的層面：有機分子。像甲醇、甲烷及相關有機物的檢測，並不等於發現生命，這一點必須講清楚。但它們確實是恆星形成區域天體化學網絡中的基礎材料，是構建複雜碳化學的重要拼圖。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複雜碳化學很可能不是少數系統的特例，而是在許多行星系統中都能自然形成的常見過程。也就是說，Sun-I Atlas 給我們的不只是一組數據，而是一條強有力的線索。很多我們在太陽系彗星裡看到的化學成分，在其他恆星系統裡也可能廣泛存在。同時，它也提醒我們，漫長的星際歷史會改變這些成分何時出現，如何被看見。所以 Sun-I Atlas 的意義遠遠不只是發現一顆特別天體這麼簡單，它關係到一個更大的問題：銀河系裡的行星形成材料到底有多普遍、多相似，又有多大差異？星際訪客之所以珍貴，就在這裡，它給了我們一個極少見的機會，不用發射遠程探測器飛出太陽系，不用等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只靠望遠鏡，我們就能直接研究來自系外行星系統的物質線索。從現在的觀測結果看，一個越來越清晰的判斷正在浮現：水以及與有機化學相關的原材料很可能是行星形成過程中的常見產物，
甚至在銀河系裡相當普遍。如果連一個來自另一個恆星系統的天體都攜帶豐富的揮發性物質和含碳化合物，那行星原材料遍布銀河系的觀點就更站得住腳了。這還直接連到一個經典問題：行星上的水和有機物是怎麼來的？在我們的太陽系裡，彗星被認為可能參與了向年輕行星輸送揮發性物質的過程，而如今在星際天體上看到類似化學線索，就意味着類似的投遞機制很可能不是太陽系專屬，它可能也在其他恆星系統發生過。當然，最後形成的行星世界結果未必一樣。那接下來還会發生什麼？短期內，天文学家會繼續追蹤 3I-Atlas 遠離太陽的軌跡。別小看離開這段路，它的冷卻過程同樣可能藏着關鍵答案。活動會不會快速減弱？還是更深層物質還會繼續暴露一段時間？按計劃 ，SPHERS 在2026年初的最後一個觀測窗口還有機會再看它一次。這次觀測非常關鍵，因為它可能幫助科學家判斷，這次活躍到底是短暫爆發，還是持續釋放的開始。與此同時，韋伯望遠鏡和哈勃望遠鏡等其他設備也有機會進一步完善它的化學成分分析。如果一切順利， 3I-Atlas 很可能會成為目前最詳細的系外來訪天體成分研究案例之一。更重要的是，未來這種發現可能會越來越常見。隨着新一代巡天項目上線，比如維拉、魯賓天文台，天文學家將更早發現那些暗淡、快速移動的目標。這意味着大家不再總是臨時追着跑，而是能提前組織多台望遠鏡進行協同觀測，把關鍵窗口盡可能抓住。再往前看一步，如果發現的足夠早，未來甚至可能真的規劃航天器攔截任務。而對那些在飛行後期才被發現的目標來說，這在今天仍然幾乎不現實。所以，就眼下而言， 3I-Atlas 已經是一次非常難得，幾乎帶着一點運氣成分的科學機遇。這顆在宇宙中漂流億萬年的星際天體，在與太陽短暫相遇後被喚醒，向我們展示了另一個恆星系統的化學記錄，然後又將重新回到星際深空。它最珍貴的地方，不只是來自外面，而是它真的在我們眼前發生了变化。那些突然湧出的水蒸氣和有機气體，等於在提醒我們，在那層古老、沉默的外表下面，可能一直藏着大量尚未揭開的信息。當它真正離開之後，我們也許才會更深刻地意識到，這次短暫相遇，很可能已經是人類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近距離研究系外星際天體化學成分的最佳機會之一。